记录把玩时光，我是拖阳腿，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 X 战警97系列里面的双人套镭射眼和这边的秦格雷，在第一季里面最终决战时刻所选择的这个战斗服。那看到盒子的两侧，一边是动画剪影的 Jean Grey， 以这个 Marvel Girl 非常经典的造型，然后另外一侧是镭射眼这个蓝色紧身衣、黄色裤衩、红色腰带这样一个造型。看到背后呢，3个双人套，其中的这边的排皇和这边小淘气 Rogue 的这个双人套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但是呢，排皇的这个素体呢，中间的这个造型我确实不是特别喜欢。这一套呢，我目前还没有入手，然后其他2套都已经入手了。那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呢，不妨点点赞，关注拖延行的频道。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好的，除了这边的镭射眼的手型以及秦格雷的发招手型和已经见过非常多次的特效件之外，所有的内容物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这一次的双人套，我个人觉得配置上还是非常不错的，有2个角色，同时呢2个角色都是双头雕的配置，手型呢也都是跟自身的能力有关系。当然，秦格雷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就是有特征的特效件，或者说比如说像之前的挂卡秦格雷也多给了一个就是新开发的这个特效零件作为这个心灵传输者，它应该在 Marvel Legends 里面拥有更加新鲜的特效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在开始把玩之前呢，首先要聊一下它的这个价格。这一次呢，预定价格大概在4张附近，但是现在呢，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应该是就这些视频发布的时候，应该是跌了差不多100块300出头的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货量太大，但这个东西呢，谁都没有长厚眼睛啊，这个东西无所谓。我们直接来看玩具的素质，反正300出头，2只这个人气比较高的人偶，我个人觉得目前从价位上来说还行。回到这次的2款角色，镭射眼和秦格雷虽然是夫妻档，但是大家看过 X 战警97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情感呢，其实在中间呢是有非常多的波折的，毕竟中间来了一波这个狸猫换太子啊，中间人被换了，但是孩子却生下来了，对吧？那我们剧情不聊，直接看玩具本身。镭射眼的这一次的素体还有头雕以及这个特效件其实没有任何新规的，可以说是完全的人体彩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这个素体，火神素体，然后呢，头雕方面是直接对标的之前这个7+1组合人套装里面那一款，包括这个大型的特效件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呢，在涂装上面，我个人觉得这个头雕方面会比这个 X Factor 就是X 因子版本的这个战衣要更加的工整，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整体来说呢，没有给这个镭射眼加上这个弧青的阴影，稍微有些可惜，但是整个观感来说，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尤其是在这个面罩上面加了一些珍珠粉的一些这个材质，有一点闪闪亮亮的，显示出了这个面罩还有它身上其他塑料不同的这个质感，这点我是觉得比较 OK 的。可动性方面呢，我们就简单玩一下头雕，抬头低头左右晃脑没有问题，尤其是这边可以通过蝴蝶关节往后拉解决螃蟹臂的问题，我觉得这已经不算螃蟹臂了，手臂自然下垂很好看的一个素体。然后平台90度，双段关节的这个曲肘和屈膝都是非常常规的， T 字关节的这个折腰，抬头挺胸，然后蝴蝶关节大概前后各15度左右，其他的脚部呢我们就不掰了，非常常规的可动性。另外大射的特效件区别于之前的这个特效件，在这个激光的光束这边是有做出一定程度的这个印刷的，可以看到呢，其实在摆弄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出这种发射的样子，只不过这个左右还是做出了区分。发射呢，从上往下看呢是有这种非常动画的这个效果，再加上这个很夸张的大型特效件，大家也可以还原出这个镭射眼用激光去缓冲落地的这个造型，我觉得这个造型和玩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喜欢。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头雕新规，然后素体也基本上全新规的这个秦格雷。这一次的这个秦格雷呢，其实素体方面让我想起了之前在2021年出品的 X 皇室系列里面的 Marvel Girl。
整体来说的话呢，素体在这个裙摆上面做了一些优化，然后上半身的部分呢也都做出了这个褶皱的处理。同时呢，在这个肤色的部分，并不是用了涂装，而是用塑料原色进行的2种颜色的拼接，整个观感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素体方面升级为了这个无孔关节，涂装呢仅仅是覆盖了这边的这个靴子部分，而且颜色跟这个塑料原色呢其实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颜值方面不错，站立性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其实稍微调整一下重心，可以站的是比较稳的。2颗头雕呢，我觉得实在是稍微有些复古啊，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头发的走向，但是面雕方面除了眼距稍微有点开之外，其他的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侧颜还是挺好看的，比较生动的这样一个造型。可动性方面，因为腰腹还有这个手臂的这个地方没有蝴蝶关节，它是显得比较局限的。腰腹呢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灵活的旋转，但是旋转多了的话，这种非常割裂的穿帮就很明显了。下半身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劈叉就是会被这边的这个裙子给挡住，然后前踢后踹呢，基本上也就没有了可能性。不过呢，它本身也不是做这种大开大合姿势的这个感觉。当然呢，我会感觉到它的这个双手整个臂展稍微有些窄。其他方面的话，我倒是觉得这款玩具是做的不错，至少颜值方面，非常符合 X 战警97系列动画的一个感觉。最后做一个总结吧，这一次的这个双人套之所以跌价跌得这么惨呢，大概是因为货量比较大的这个原因啊。但是如果你喜欢 X 战警97的这个动画线，想把这些人物的各个造型，或者说还原一些经典的场景，因为毕竟后面我相信这个主模或者说是这个哨兵以及这个终极哨兵灵宝冷宝都会出现，最后玩具化。所以说呢，如果想摆出一个这个全家福的合照的话呢，这一套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入手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双11特价的话，300出头的这个价格，甚至用券可以打到300以内。那这样一个水平的话，我是比较推荐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套玩具表现到底如何呢？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那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